去年第26届全球气候高峰会，全球达成共识，承诺做到2050零碳排。为了达到减碳的目标，西方近几年开始出现抛弃经济成长的新思维。今天要来介绍的这一本书《少即是多》，就要来介绍什么是气成长。这本书的作者是人类学家 Jason Hickel， 他要在这本书里告诉你，生态灾难的根源是什么，谁最应该为气候危机负责，还有应该如何做到气成长，迈向生态永续的社会。当今的气候危机，简单来说，可以归根于一个问题：资本主义把经济成长凌驾于生态环境。但是什么是资本主义？资本主义不等于市场经济，市场经济自古就有，但资本主义只存在500年，它指的是不断追求成长、累积资本的体制。资本主义出现以前，经济生产都是围绕着使用价值，也就是生产后赚来的钱会拿去消费享受。但是资本主义重视的是交换价值，赚来的钱要拿去再投资，而且明年要赚的比今年多。投资人会看一个公司每年利润成长多少，如果这间公司没有年年成长，投资人就会撤资。所以如果你投资或创业赚到一笔钱就收手，那你其实不算是资本家，因为你还没被经济成长的逻辑统治。根据经济学家的估算，全球 GDP 每年至少要成长 3%， 才能维持大企业的总利润持续增加。但是资本主义为了赚取更多，就必须无节制地榨取自然资源，不停生产商品，让人疯狂消费，才导致当今的气候危机。那我们就要进一步问，带来生态灾难的资本主义是怎么出现的？有些人会说，这都是人性贪婪驱使的，资本主义只是人性的展现，是无法避免的，所以气候危机也是人类自作自受。但事实上，资本主义是耗时上百年的组织暴力打造出来的。在14世纪欧洲黑死病后，因为人口暴减，劳动力变得非常珍贵，农奴意识到自己很有价值，就在各地搞革命，推翻农奴制。许多农奴变成了自由人，可以免费使用公共土地、森林，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。这段时间的农民一年有1/3的时间不用工作，被历史学家称作欧洲无产阶级的黄金年代。当时的欧洲资本家跟贵族发现无法搞资本主义，因为人民生活过太爽了，没人想回去当奴隶。所以资本家就想了一个方法，不如直接把他们赖以为生的农村全部摧毁，然后控制这些土地变成私人拥有，这样就可以免费获得大片土地，还可以剥夺农民的生计，逼他们到都市里找工作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圈地运动，也是资本主义的起源。但是抢到土地之后，资本家发现要推动资本主义还有一大阻碍，就是中世纪农民都相信万物有灵论，认为地球是一个有生命的大地之母，不能为了拼经济而过度开发自然资源，只能适度开发。就像你会跟你妈要零用钱，但是你不会把你妈煮来吃。但是到了科学革命时期，科学之父培根改造了自然是大地之母的形象。培根说，地球不是大地之母，而是一个狂野的妓女，是一个 bitch。 人类要靠科学的力量去征服自然这个 bitch， 挖出它的秘密。所以宰制自然，让自然为科学服务的新观念开始出现，也才让资本主义可以顺利运作。同时，哲学家笛卡尔也提出了一套二元论的哲学，认为人跟万物不同，人拥有会思考的灵魂，但是自然界的动植物不会思考，没有灵魂，只是等着被人类开采的物质。因为人的身体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，所以心灵可以用工作纪律来控制身体，把身体当成劳动工具来奴役。如果你穷，那是你不懂得发挥身体的生产力，只懂得玩乐。所以贫穷不是因为资本家剥削你，是你不懂得发挥你自己的价值。资本主义就是建立在这套剥削自然、剥削身体的宇宙观上。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几十万年来，人类祖先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，因为我们的祖先不愿意为了经济发展去剥削地球、剥削别人的劳动力。所以资本主义不是展现出贪婪的人性，反而是让人遗忘了几十万年来我们一直保有的人性。更重要的是，资本主义承诺人们的经济发展其实也没有实现。当资本主义到处殖民世界各地时，英国哲学家洛克就辩护说，窃取土地是一种暴力没错，但这是合理道德的，
因为资本家可以让土地的生产力大增，发挥土地真正的价值。否则，美洲原住民有那么多土地却不开发，不是很浪费吗？洛克的这套理论被写入当时的国际法中，让欧洲人可以到处殖民世界各地。但历史学者发现，资本主义扩散到世界各地后，经济看似成长了，但增长的利润都是进到资本家的口袋里，老百姓的生活品质反而下降。因为资本主义每到一个新地点，都必须先搞人造匮乏。例如19世纪英国殖民印度时，为了发展资本主义，必须先把当地的果园烧毁，拆除当地的社区互助系统，让印度人失去自给自足的经济来源，他们才会为资本家工作。因为不工作你就没饭吃了。历史学家 Mike Davis 就发现，英国资本家的这招让当地农作物产量增加了3倍，但是农作物都出口到欧洲了，当地人反而没饭吃。结果是有3000万印度人受饥荒而死，史称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大屠杀。印度穷得要死，但英国却榨取了45兆。19世纪，英国国库的预算有一半都来自海外殖民地。所以资本主义其实非常矛盾，它为了促进经济成长，必须先破坏生态环境，制造贫穷。苏格兰贵族劳德代尔伯爵最先发现这个矛盾，所以这也被称作劳德代尔悖论，就是每当私人财富增加，公共财富反而会减少，两者之间存在反向关系。换句话说，贫穷跟生态破坏是资本主义经济成长的必要条件。从这个观点来看历史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历史上的殖民还有当今的气候危机，都是根源自资本主义的本质，盲目追求经济成长。这不是因为人性使然，而恰好是遗忘了人性的结果。如果资本主义是气候危机的罪魁祸首，那世界各国为什么都把 GDP 当成发展指标呢？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，美国政府请经济学家 Simon Kuznets 来设计衡量经济的标准。Kuznets 就设计了 GDP， 但同时他发现 GDP 有2个严重瑕疵。第一，他不考虑社会付出的成本。当你砍掉一棵树建造木材， GDP 就上升；当你延长工时熬夜加班， GDP 就上升；当你生病看医生， GDP 也上升。简单的说， GDP 掩盖了很多坏事正在发生。它不考量经济活动是否对环境有害，对人的身心健康有害。同时 GDP 还掩盖了很多好事。如果你照顾父母、做家事，或是自己种植物，这些都不会计入 GDP。但明明这些活动才是真正在关爱他人、关爱地球。所以 Kuznets 就警告美国政府不要使用 GDP 当指标。但是到了1960年 OECD 成立时，就定下目标，协助各国推动政策来达到最高经济成长率。英国政府马上跟进，要达到10年内经济成长 50%， 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经济成长变成国家目标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在2战后，西方国家在跟苏联打冷战，如何决定资本主义跟共产主义哪个体制更好？很简单， GDP 成长越快就是强国的象征，因为 GDP 越高代表可以买越多军火， GDP 变成了国际政治的竞争筹码。所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跟苏联、中共看似对立，但他们其实都服从同样的 GDP 指标，不顾生态环境，盲目追求经济成长。这导致全球材料足迹从1945年后开始爆炸式增长。材料足迹指的是开采的原物料数量，所以材料足迹越多，代表生态冲击越大。科学家认为地球1年可以承受的临界值是500亿吨，但是今天全球材料足迹已经超标2倍了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谁应该为气候崩坏负责？如果只看碳排放量，中国跟美国是最大碳排放国，但是中国人口那么多，碳排本来就会比较多，所以应该要看人均碳排才准确。还有别忘了，富裕国家常常将工业生产外包给贫穷国家的廉价劳工，借此将自己的碳排放外包给第三世界。所以如果要准确知道各国的碳排责任，就必须考虑到人口规模跟境外碳排。作者因此就计算了从1850年到2015年来世界各国的碳排放量，结果发现全球超额碳排的比例中，美国贡献了 40%， 欧盟贡献了 29%， 北方富裕国家只占世界人口 19%， 但却制造了 92% 的超额碳排。
所以作者说，我们当今面临的是大气殖民。地球上的大气就像是一块公有地，每人都有权分到一小份。但是已开发国家却制造过多碳排，排挤掉其他穷国可以制造的碳排。更糟的是，西方富裕国家享受的资本主义生活，其实都是靠剥削开发中国家的自然资源、廉价劳工。但气候危机的后果却是由这些开发中国家的人们承受。2010年，全球有40万人死于气候危机的饥荒，其中有98%发生在穷国，因为这些穷国没有足够的资金建设来因应气候危机。所以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高峰会时，美国定下暖化不超过2°C 的目标。当时代表77个开发中国家的大使就说，这根本是一份自杀协议。2 degrees is certain death for Africa. 因为2°C 是会影响到西方国家的临界值，而不是开发中国家的临界值。对开发中国家来说，气候灾害已经发生了。所以经济学家 Georgios Kallis 就指出，我们不应该去设计气候模型来预测经济成长的极限，因为我们还没碰到极限，世界各地就已经发生气候危机了。只是西方媒体避而不谈第三世界的气候灾害，不告诉你非洲索马利兰的旱灾造成全国70%的牲畜死亡，只报道已开发国家的气候灾害，像是美国飓风、欧洲热浪、澳洲野火。所以总结来说，富裕国家要对气候危机负起最大责任，要让全球暖化维持在2°C 以内，富国必须在2030年以前达到零碳排。要达到这个目标，就必须停止追求经济成长。在辩论如何应对气候危机时，支持资本主义的人会跳出来说，我们应该让资本主义来解决生态问题，只要各国都转换到绿能，使用电动车，就可以继续追求经济成长。所以我们应该要有更多资本主义，投资更多绿色科技来拯救世界。作者一开始也接受这个立场，但是在长年研究后，他发现绿能资本主义根本行不通，因为早在工业革命时期就出现过一样的论述。在瓦特，只要你理解资本主义的成长法则，就会发现这一点也不奇怪。因为科技效率提高后，资本家用很低的成本就可以发电，就可以把省下来的钱去投资更多事业，扩大产能，所以煤炭使用量反而会变高。资本家投资科技本来就不是为了减少能源消耗，而是为了追求更多的经济成长。所以作者提醒我们，不要轻易相信投资新科技就可以拯救世界。没错，转型到100%的再生能源是当务之急，但如果在转型过程中继续追求 GDP 成长，就会需要更多能源，制造更多碳排。所以尽管再生能源让碳排减少了一点，还是敌不过全球经济制造碳排的速度。所以要追求绿能转型，同时也要气成长，才能真正做到2050零碳排。现在让我们来打破成长的迷思。很多人会以为，过去几百年来，经济成长推动科技物质生活进步，现在我们才有高品质的生活啊。但是经济成长等于幸福生活的观念从何而来的？其实是源自1970年代，公卫学者 Thomas McKeown 发现英国人的平均寿命从1870年代开始显著增长。他认为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因为工业革命让 GDP 增长，资本主义让国家富裕，所以人民长寿。但后来研究者发现，真正的原因其实是公共卫生设施改善。原本英国的污水跟饮用水系统没有隔开，因为需要公共资金征收私人地产才能做下水道系统，所以一直受到资本家阶级反对。直到1870年代开始，劳工发起宪章运动，争取投票权，工会势力崛起，英国才出现照顾劳工的政策，打造全国的公卫设施。到20世纪，更出现公共医疗系统、全民健保、儿童接种疫苗。所以不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成长增进了国民健康，而是劳工发起的社会运动，导致国家愿意把钱投资在公共卫生、公共医疗上，才让欧美国家的人口寿命延长。事实上，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的头200年间，英国人的平均寿命从43岁降到了30岁。这就是为了追求经济成长要付出的健康代价。那到底 GDP 跟人民幸福感有什么关系呢？经济学家 Richard Easterling 研究发现，美国人在1950年代快乐指数最高。1950年代后，美国 GDP 不断增长，
但美国人并没有更快乐。为什么呢？钱越多，不是应该感到越开心吗？因为所得成长本身不是关键，关键是你如何分配所得。想想看，如果今年给你加薪$10,000，你应该很开心吧？但如果你发现公司里的 CEO 今年加薪$300万，你还会开心吗？当今美国 CEO 跟员工的薪水比率就是350:1，经济成长的好处都被资方拿走了。这种分配不均，让老百姓感觉社会不公，对彼此不信任。所以生态经济学家 Herman Daly 就发现，只要 GDP 增长到一定水准后，就跟人民的幸福感无关了。如果继续追求成长，反而会对社会有负面影响，因为它会加重不平等，导致社会撕裂，给劳工太多工作负担，导致健康状况变差，破坏生态环境，导致空污环境问题。公平分配所得不仅有助于提升国民幸福感，其实还有助于减碳。因为世界上最有钱的1%人，每天开跑车、私人飞机，到处旅游，他们制造的碳排放量是全球人口1半穷人加起来的100倍。所以经济学家皮凯提就说，减少世界上最有钱1%人的购买力，对全球减碳会有正面影响。因为富人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在破坏地球。除了公平分配所得以外，研究调查发现，世界上国民幸福感最高的那些国家，芬兰、挪威、丹麦、冰岛、瑞士，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完好的社会福利制度。为什么福利制度越好的国家，人民幸福感越高？因为当基本的生活需求都由国家照顾到，个人收入的影响力就会减少。想想看，在美国，就算你赚到年薪$3万，你依然缴不起大学学费，缴不起医疗费用，缴不起房租。但是在芬兰，有公共医疗、免费教育、租金管制，你的年薪$3万就可以花在其他地方。所以同样都是年薪3万，在美国你会感觉活不下去，但在芬兰你却会觉得自己很富裕。因为当社会福利把公民的基本生活照顾好后，你就能够自由运用你的个人收入。所以总结来看，一个国家要追求的不是经济成长，而是公平分配跟社会福利，才是能够让公民真正感到幸福的关键。打破经济成长的迷思后，要如何实际做到气成长呢？作者点出了几个明确可以做到的方向。第一个是终止计划性报废。什么是计划性报废？就是资本主义为了经济成长，刻意让你的产品寿命变短，这样你就必须不停消费，买新一代的产品。例如电子设备，每次升级都会换新的插座 USB， 或是苹果公司偷偷让旧版的 iPhone 速度变慢，借此让消费者换新的 iPhone。这让苹果在2020年被罚2500万欧元。还有 IKEA 之所以可以变成国际知名品牌，也是靠发明各种短命的抛弃式家具。因为这些计划性报废，每年有超过1亿台废弃的电脑跟家电被运往非洲国家，电子产品的有毒物质就渗透到他们的土壤里，危害非洲人的健康。所以西方国家年年更换新的3C 产品，享受经济成长，但非洲国家却年年要承受废弃的3C 产品，生态灾难。这个问题也凸显了资本主义宣称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率的，但事实上计划性报废就是刻意的无效率，为了经济成长，故意生产更容易坏掉的产品。也因为计划性报废，让晶片需求年年增长，导致台湾的科技业劳工要加班到爆肝。所以资本主义其实非常不理性，因为它让劳工爆肝的去生产没效率的产品，而且还会伤害生态环境。真正理性的经济体系应该要终止计划性报废，让科技公司去研发创新出真正持久耐用的产品，或是透过立法规范厂商，保证产品的寿命，延长保固期。让产品的寿命延长，就可以让人们减少消费，减缓自然资源的开采。气成长的第二步是减少广告。在1920年代以前，还没有广告业时，人们只买自己需要的产品，需求满足后就不会再消费了。这导致资本主义无法追逐更多利润，所以资本家开始投入大量资金在发展广告产业，让人们感觉永远欲求不满，永远买不够，这样才能助长消费。到了1990年代，美国有90%的 CEO 认为不靠广告行销卖不出产品，有50%民众认为广告会让自己买下不是真正想要的东西。
所以资源有限、欲望无穷的人性观，其实是被资本主义打造出来的，并不是先有需求才有供给。很多需求是被广告创造出来的。例如，服装业者很早就发现，服装市场早就过度饱和了，所以他们就设想出快时尚，每一季都有新潮流，所以上一季的衣服注定要被淘汰。这就是资本主义为了经济成长，用广告来助长计划性报废。在英国，快时尚让纺织品的用量4年增加了37%。如果管制快时尚产业，就可以减少80%的纺织品吞吐量，对减缓气候危机大有帮助。但是支持广告的人会说，广告可以提供人们充足资讯，做出理性判断啊。但事实上，多数广告根本是要让你做出不理性的判断。例如，哇哦，珍妮佛·罗培兹，你刚攻击我的村庄，我的 Core Master 村庄啊，温柔一点吗？请问你看了这些广告后，真的有得到更充足的资讯吗？其实网络跟 YouTube 的出现，早就让我们不需要广告了。你自己上网查就可以看到产品功能、网络评价，还有开箱影片，这些都比华而不实的广告更有用。所以减少广告，减少不必要的消费，是气成长的关键。气成长的第3步是终止食物浪费。大家可能有所不知，全世界每年有50%生产的食物最终都浪费掉了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减少生产1半的食物，我们的生活其实也不受影响。例如，你去看便利商店，一大堆的过期食物都卖不出去，或是很多食物在运送过程中腐烂，无法售出。学者估计，如果全球食物产业缩小1半的生产规模，可以减碳12%，同时让土地恢复生机。所以近几年，法国跟意大利已经用法律禁止超商浪费食物，必须把卖不掉的食物捐给慈善机构。南韩更是立法规定丢厨余要另外收费，结果全国1天就减少了300吨的厨余量。这就是实际可行的气成长行动。气成长的最后一步是缩减会破坏生态的产业。许多产业其实是对社会没必要，又会造成生态破坏，像是化石燃料、私人飞机、军火业、广告业、计划性报废、快时尚、牛肉业、抛弃式塑胶。如果我们让这些产业的规模逐渐减小，就能够释出更多的碳排空间给开发中国家，让他们的社会能够真正得到发展，而不是在这些国家还没发展之前，地球就先被西方国家搞垮。以上就是4个实际可行的气成长步骤：终止计划性报废、减少广告、终止食物浪费，还有缩减破坏生态的产业。今天的影片我们介绍了西方最新的经济思维气成长。那作者在书的结尾也提醒我们，要改造资本主义的经济，还必须同时改变资本主义的文化。资本主义的宇宙观认为，人可以无止境地剥削自然。这种观念其实只存在地球上500年。当今世界各地的原住民其实都还相信万物有灵论。例如亚马逊雨林的阿查尔人就认为动植物都跟人一样有意识。女人养育植物，所以植物就像自己的小孩一样。男人打猎时会对猎物秉持尊重，因为动物就像家人一样。对阿查尔人来说，森林不是觅食的地方，而是社交场所。近几年，这种万物有灵论甚至获得了法律认可，像是2020年，纽西兰政府就授予混干奴役河法人的地位。所以，如果有企业污染河流，就等于伤害人，可以受法律起诉。我们可能会觉得把自然当成人很奇怪，但别忘了，资本主义也把企业当成法人。社群网站、石油公司都享有类似人类的法律地位。既然石油公司都可以被当成人了，为什么自然环境不行呢？我们的人类祖先秉持着万物有灵论，跟自然和谐共处了数十万年，但资本主义只花500年的时间就让地球千疮百孔。所以是时候跟我们的人类祖先学习他们的智慧，重新看待人类跟生态系统的关系，用气成长的思维超越资本主义，面对气候危机，为未来世代打造永续的社会。别忘了留言加分享这支影片的脸书贴文，
就有机会抽少即是多一本。也欢迎你加入 YouTube 频道会员，就可以定期收看会员专属影片哦。